你们好，我是 Jade。我最近刚刚看完一本书，所以我要去书店买新的书。那么在这个视频，我会带你们一起去书店看看，也会说一些跟书店有关的中文。这就是我今天来的书店。书店，这是一家书店。一般在书店刚进门的地方，这里会摆一些新书，这里放着一些最近刚刚出版、刚刚发行的书，就是新书，新的书，新书。这里是历史的书架，这里的书都是关于历史的，关于历史的书，有很多不同历史的书，像这一本是讲中国明朝末年的历史，还有这一本讲的是中国秦朝关于秦始皇的一本历史书。历史，这里的书架上放的都是历史书，除了中国，还有东南亚。这是一本关于东南亚的历史书。还有伊朗，这是一本伊朗的历史书。还有印度，这是一本讲印度历史的书。印度。除了这些国家，也有日本，这是一本讲日本近代历史的书，历史书。还有美国，这就是一本讲关于美国的历史的书，这些都是关于历史的书，讲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历史，所以这些都是历史，关于历史的书。这里这个书架，它有所有的4大名著，有《西游记》，有《水浒传》，还有《红楼梦》和《三国演义》，这就是中国的4大名著，这里放着一些小说是书的一种类型。这一本是非常有名的中国小说，中国作家写的小说。这边有一本试读本，这本书是试读本，给买书的人打开来看的，可以打开来看，试读，看一下里面的内容。这是一本试读的小说。
小说是一些虚构的故事，所以也是一种故事书。小说、故事书。这边的区域放着一些推理小说。推理小说，推理小说是小说的一种类型。推理小说也可以叫做悬疑小说、悬疑小说或者推理小说。它们也是一种故事书，讲的会是一些案子，比如警察或者侦探去推理的案子，所以叫做推理小说，或者侦探小说，或者悬疑小说。这里的书架放的是科幻小说。科幻小说，科幻又是另一种小说的类型，比如这本《沙丘》。沙丘就是很出名的一本科幻小说。还有像中国的《流浪地球》，这一本是《流浪地球》，《流浪地球》也是很经典的一本科幻小说。科幻小说一般会是跟科学有关的小说，再加了一些幻想，所以叫做科幻小说。这边的书架上放的是一些跟经济或者金融有关的书，跟经济就是钱有关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书。我们一般会把这种类型的书叫做工具书或者科普的书。像这边的这一本是商业，它讲的就是跟商业有关的书，跟经济或者金融、商业有关的书。这一本讲的是中国经济，解读中国经济，就是一本跟中国经济有关的书，经济或者金融。还有一些跟管理有关的工具书，跟管理有关的，比如我要拿下来的这一本叫《西方管理思想史》，它就是一本管理方面的工具书。除了经济、金融有关的科普，这里还有一些跟自然有关的科普书，比如这一本是讲植物的，跟植物有关的科普书。还有一本讲动物，这是一本跟动物有关的科普的书。科普就是科学普及，通过书告诉大家关于这一门科学的知识，这就是科普书。这里还有一本跟精神疾病有关的科普的书。这里放着的都是不同方面的
关于科普的书，科普知识的书。我现在来到了漫画的区域，漫画，这整个区域放着的都是漫画，漫画，漫画书。这里卖的主要是日本的漫画，日本漫画。这个区域有着非常非常多的漫画，有很多不同类型、不同系列，还有不同的漫画家画的漫画，很多一本一本的漫画，有体育类型的、打斗类型的、运动类型或者可爱类型，总之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、不同题材的漫画。除了日本的漫画，也有一些中国漫画家出的漫画书。这里有口袋书，口袋书，它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种书，放在我的手上就是特别特别小，但它居然是一本书，它里面有字有内容，真的是可以放在衣服口袋大小的一种书。当然也有稍微大一点的，像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口袋书，但是它比起普通这么大的书来说，也是比较小的，像一只手就能拿着的口袋书，没有这么大。这种小开本的书很适合放在袋子，放在包包里，平时带出门坐车的时候可以看。这么小的书比较方便，叫口袋书。书店里除了卖书，也会卖一些纪念品，一些商品，比如这里有笔记本，很多笔记本，像这一本打开里面是格子，有很多小格子的笔记本，有不同款式、不同设计的，像这一本比较小，它打开里面是空白的，全白的笔记本，都是笔记本。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商品，比如这个是冰箱贴，这也是冰箱贴，是月份主题的，不同月份有不同的图案，冰箱贴。这些是小的挂件，挂件可以挂在袋子、包包或者别的地方。这也是一个冰箱贴，不同设计的冰箱贴，贴在冰箱门上的。这是一个小魔方，魔方是一种玩具，但是这个比较小的魔方，上面写着很多字。这些就是书店里卖的一些商品。我最后买了这一本书，这是一本
属于社会科学分类的书。你们平时喜欢看书吗？会去书店买书吗？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。谢谢观看，下个视频再见。